秋季盆景管理有4件事不要做错：一是浇错水。秋季的昼夜温差逐渐加大，浇水不要因早晚天气凉爽而产生误判。秋季的烈日不亚于6月的高温，尤其是秋季的空气干燥，遇到刮风天气，很容易带走盆土中的水分。这个时候少浇水，盆景是很难看过一天太阳炙烤的。这盆柏树就是出门几天减少了喷水时间产生的脱水，已经枯萎了，很可惜。这盆罗汉松也脱水了，叶已经开始干枯，这个头层根干长出来，生不逢时。玩盆景大叶了总会有代价的。这个干已经干枯了，这个干还有一点绿色，从这里把它剪掉。盆景在秋天产生失水是很难救治的。秋季往后，盆景开始进入休眠期，生长的趋势逐渐减弱，不像生长旺季。在秋季，盆景恢复生长的时间比较长，因此它的成活几率会很小。秋季怎样浇水？在白天气温超过35度，要坚持早晚浇水，而且要浇透。怎样才是浇透水？用这个浅盆做个实例。盆土过干，浇第一次水，除了少数的水会进入到盆土中，大部分的水会沿着干裂的缝隙流走。浇完第一次，要等段时间再浇第2次，甚至第3次，直到盆土开始膨胀，这个时候就表明盆土浇透了。盆景安全度过夏季，表明它的根系基本发育好。浇大水，把水浇足，保持体口畅通，一般是很难产生烂根的。小盆景的盆土少，水分蒸发更快，要像这样采用浸泡法，让盆土吸住水分。把盆景浸入水中，不冒泡说明盆土吸收了水分。放在散射阳光下养护，小盆景不要暴晒，尤其是要避开西晒。浸泡法是小盆景浇水采用最多的方法，除此也可以采用吸水绳补充水分，或者直接把小盆景埋入潮湿的沙中，但不要将盆景长时间浸泡在水中，尤其是像松树，等发现生长不正常，基本就没救了，因为根早在半个月前就已经开始腐烂了。对小盆景的养护，在干燥的天气，除了直接补充水分，把它放在潮湿的沙地上，可以通过它的叶吸收水分，保持它的正常生长。小盆景要放在散射阳光下养护，像其他稍大一点的盆景要充分接受阳光。秋季增加盆景的阳光照射，有利于它的光合作用，使盆景储存更多的养分，安全度过冬季。2是不要施错肥。盆景秋季补充肥料是很重要的。在秋季，盆景对肥料的吸收反应是以枝干增粗的方式来储存养分，为开春发芽、开花结果做好准备。肥料主要有氮、磷、钾3种，3种肥料在不同的季节、不同的树种，它们分别所产生的作用是不同的。磷钾肥能促使发芽分化，更直观点讲，就是施肥后能开出更多的花，提高它的坐果力。但不是什么树种都可以施磷钾肥，像黄杨就不能施钾肥，施钾肥会增加它的水分蒸发，也增加它的养分消耗。磷肥不能用于松树、罗汉松、雀梅等开花结果的树种，施磷肥能促使它开花结果，但它的花果无观赏性，而且结果后会消耗大量的养分，影响树的生长。秋季施肥仍以氮肥为主，采用薄肥轻施，
道理我就不展开讲，主要讲一下磷钾肥的补充对象及施肥方法。像石榴、金蛋子、老鸭等开花结果的盆景，在秋季主要补充磷钾肥。施肥要在盆土比较干的时候进行，这种声音就是干了，这样更有利于根系吸收。像这种磷酸二氢钾就是比较好的。当然，如果有有机肥那是更好的。肥料撒在盆面的四周，薄薄的撒一层。具体的剂量不好把握，宁当务农比较安全，多施几次。每隔1周施1次，施3次就可以。也可以将磷酸二氢钾兑成水溶液进行灌根。不施错肥，除了分清树种，还有一点特别重要，不要在盆土中没入所谓的底肥，尤其是没有经过发酵的东西，像豆饼、羊粪蛋等等。那些没有经过发酵的东西，在盆土中会产生大量的热量，对根系的伤害是极大的。肥不是多了就好，施肥要合理，要因盆景的生长所需而进行补充，否则就会产生肥害，好心办了一件错事。我是山泉农场，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期我们接着讲秋季盆景的修剪和放盆。